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Ernie。紧急插播一下，这个务必要让大家知道，我昨天有没有在 IG 发一张关于介绍凤螺的照片？刚好有朋友来聊到，说他前一阵子去台湾的菜市场，看到有人在卖凤螺啊，买回家一吃，发现怎么跟澎湖的凤螺味道完全不一样啊！什么石桥加土多啦，本来给恰章，奥来给澎告，这些东西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啦，因为他们至少名字是不一样的嘛。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以假乱真的海鲜。他们连名字都跟你一样，如果说不了解的话，你很难跟他争论啊。第一行，凤螺。有一种非常好吃的野生海螺，叫做凤螺，算是螺中之霸，地位跟虾中的大雷是一样的，相当好吃。那这时候就有观众要问啦，屁啦，我那天去那个什么什么自助餐，他们冷盘上面就一大堆凤螺啊。好，问题就来了，台湾普遍大家能吃到凤螺分为两种，像我手上的这颗澎湖的野生凤螺，叫大粒的啊，零售价每公斤可能就要高达900块钱。那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冷冻进口的凤螺，它的名字有很多啊，什么泥凤螺啊、深沟凤螺，大概吃到饱，看到冷盘上的凤螺就属于这种。两种东西都给你叫做凤螺，但是吃起来天差地远，价格相差也非常高，所以说变成有个漏洞啊。如果说有少部分比较不良的店家，他就有可能假借高档凤螺之名卖你这种廉价凤螺。那这种进口凤螺有个问题，就是它都是冷冻的，都是拢已经细啊。那螺呢，它的鲜度就最重要，你最好是在活的时候就先烹饪它，不然的话就把它煮熟了再去冷冻，或者是说你在它死掉的最短时间内去吃它，因为螺这个东西一死掉很容易就变质了。那大家假设下次有去菜市场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有一些人他把这个凤螺给你泡在那个水里面，这个明明就是冷冻已经死掉的凤螺，他给你泡在水里面，你不知道，你以为那个是活凤螺啊，这个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。最好的分别方式就是它这个壳的颜色，真正好吃又贵的凤螺是这种壳偏白色，斑点偏黑色，这种黑白比较分明的。那便宜的这些进口凤螺啊，普遍都偏向这种土黄色。那如果说它像超市一样，它摆明了它也没有欺骗你啊，上面就写进口的，而且卖价还卖得很便宜，这种就没关系。但是如果拿这种便宜凤螺拿去混淆视听的话，那就很不应该。这种凤螺，大家假设以后有机会来澎湖的话呢，确实可以试试看。1公斤900块钱呢，开玩笑，它还带壳的哦，这么重的一颗壳，1公斤还卖到900，大家就知道它的独到之处在哪里啊？因为螺普遍都会有一个螺味，跟哈密瓜有个哈味不一样，都是那个雷阿味啊。但是凤螺啊，它的风味就是非常清爽高雅，然后带有一点淡淡的甜味，吃起来蛮美润润，很好咬。那澎湖还有另外一种螺啊，平价螺，就是我之前大力推荐的澎湖竹雷啦。道菜就可以讲一下，这个是澎湖的猪螺竹雷。这个竹雷就是一个潮汐来去之后，我们澎湖人就会去潮间带捡食这个竹雷。从我以前小时候吃到现在，猪螺拌这个皮蛋。超级好吃。再来第二个，鹅啊，竟然也会有假的。这个是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真实案例啊，在澎湖有朋友请我去吃饭，去一间海鲜餐厅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澎湖有一道名菜叫做这个酒蚵沙西米，它这个酒啊是野生的鸭鲜哦，也一样是大家去潮间带啊，去石头上面敲那个酒啊，就天然的鹅啊，鹅啊本来就是有天然的，不是说都有养殖的。它的特点就是很小颗很小颗，但是很甜很脆，而且没有腥味的。算是澎湖的一道名菜，酒蚵沙西米。因为请我去吃饭的这个朋友是台湾人，他去餐厅吃饭，他就点了这一道。结果端上来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对啊，你酒蚵那有这大粒的啊？拜托一下，酒蚵是这么小颗的，这个才是酒蚵。他给我端上来是像这一种，这个叫做鹅啊，这个哪是酒蚵？两个价钱可能有差到3倍以上。你是店家怎么可以鹅啊给酒蚵？然后我就问那个店家老板，我就说，他可能也不知道我是澎湖人啊，因为我是跟台湾人观光客一起过去的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这个是酒蚵啊？”那因为这个是我朋友请客，我也不好意思当面跟他讲穿啊，场面弄得很不好看。那这间餐厅呢，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去啦。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说大家有来澎湖玩点酒蚵这道菜，如果你发现他上来酒蚵沙西米来对酒蚵，其实就大粒的，这个是牡蛎，是澎湖养殖的鹅啊，不是天然采的那种酒蚵，两个差很多。再来第三个，真假澎湖大虾。日前新闻有报道，有位离职的员工指控澎湖一间海产
产行，说他在澎湖卖的明虾，不是澎湖的明虾，是从台湾寄过来的。那店家反驳跟他说啊，是台湾的渔船来澎湖抓回去台湾冷冻，再寄回来澎湖，跟我计较了呀。不过有一些东西啊是可以避免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因为这个海鲜是因为澎湖这2个字而选择去消费的话，那有以下几个我可以给大家避个雷。不是说它东西不好，是说假设你是因为澎湖这2个字去消费，而该样产品却不是澎湖产的。澎湖以前有一道名菜叫做海胆炒蛋，为什么要拿海胆下来炒蛋？就是因为以前澎湖的海胆太多啊，一堆，我印象很深刻10多年前退潮的时候，整片全部都是海胆，一盒满满的海胆肉，买下来不到300-400块钱。所以说真的是太便宜了，只好拿去炒蛋，因为炒粿是上紧的呀，大家在家里都可以做啊，变成一道家常菜。那现在呢，在很多原因之下，海胆已经变得很少了，而且澎湖有一个禁捕期啊。如果说店家还有这道海胆炒蛋，那你不介意它里面海胆是澎湖的话呢，那你点来吃倒也无妨。但假设你是专程来澎湖想要吃澎湖的海胆的话，那你点这个海胆炒蛋，你就要稍微询问一下，海胆没有那么多啊，哪有那么多澎湖海胆让你炒蛋？它都是用进口的海胆。不过呢，确实有一些店家，它标榜的是澎湖海胆炒蛋哦，那价格可能就会比较高，而且通常都是在海胆解禁的时候才会有啊，不然就是它有库存留下来。所以大家去消费的话，要记得问清楚啊。而且澎湖每年海胆禁捕期啊，我记得是9月1号到隔年的6月30号，就等于说你只有7、8、2个月能采海胆。再来第二个，讲出来。可能对一些名产行不太好意思啊，就是这个鱿鱼丝哦。如果说你只是喜欢吃鱿鱼丝而买的话，那倒也无所谓。但是假设你是设定说我要买的是澎湖的鱿鱼丝的话，那可能就会让你失望啦。澎湖有什么？澎湖有小管干哦。假设你是买小管干，那是澎湖的；那你是买那种好像北海鳕鱼相似的那种鱿鱼丝啊，什么炭烤鱿鱼片啊，澎湖就没有产那些东西嘛。最后来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。有观众留言到说，他家人很喜欢吃鱼，他想买鱼给他家人吃，但是呢，可能年纪比较大，牙口比较不好，想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比较软嫩的鱼可以吃？那这个肉质软嫩的鱼，首推2颗，这2颗的鱼都可以吃，那你鱼种选择就很多。第一个石手鱼科，那石手鱼科肉质就非常的细嫩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龙头鱼科，龙头鱼科吃起来偏向更细软一点，吃起来米啊那样，跟你讲土豆罐头一种土豆。那龙头鱼科就是酒肉脸嘞，那就有观众要问到，难道石斑不细嫩吗？石斑就要看大致的石斑，相较于龙头鱼科和石手鱼科，它就比较没有那么细嫩，它属于比较有口感的。但小只的石斑鱼呢，它就算很细嫩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恰章就比较好买。这种雕刻的嘎啦、盘恰章。好了，我刚好在录匈牙利的旅行影片插播这个快讯给大家参考。那如果大家对海鲜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，我会在下一集呢再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拜拜。